今天是介绍马铃薯佛卡恰的面包做法。好，老师今天要教大家的这个佛卡恰呢是要用煎的，是不是？我会今天教2种烤法，那一个是用平底锅，那个是用小烤箱。我还第一次看到说面包是用煎的哦，观众朋友是不是也很期待哦？每次老师今天带来的这个马铃薯的这个佛卡恰啊，好，那我们先，小盆。老师想要讲碗公啦，其实也没关系，就是用这个比较小型的那个钢盆，碗公也无所谓。但是因为我们用瓷器的话比较容易打破嘛，对，啊，所以基本上我们做面包都会喜欢用这个钢盆，就是不锈钢盆来做哈。好，这个小钢盆，小钢盆，那这个马铃薯先蒸过的。哦，马铃薯。那老师除了马铃薯之外，我们可不可以，比如说像台湾很多地瓜嘛，可以用地瓜吗？可以，都要蒸过。当然，老师好可爱，都要蒸过。OK， 皮要拿掉，对，皮要拿掉。OK， 可是像那个什么的，南瓜也可以吧？南瓜也可以，但是它们的水分都比较多啊，怎么办？水分比较多，所以这边的水分，材料的水分可以稍微就是你大概看一下它的那个湿度哈，稍微做一下调整哈，它的水分比较多哈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先加马铃薯，压碎，加牛奶 ，OK。一般是用全脂牛奶，是不是？会比较香，还是你们会习惯用脱脂牛奶？我是习惯用全脂的。全脂的哈，OK， 好。好，这时候要加水。那水的温度呢？有没有说像冰水可以吗？还是说会希望是常温的这个冷开水？不要烫的就可以了。哦，因为等一下怕把那个酵母给烫死了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把那个马铃薯就是压碎，那马铃薯也可以先蒸好了以后放冷冻，要用再拿出来用。对，哇，真的好方便哦。好，这样子做好了之后呢，那这个再加酵母粉，这个是速发酵母吗？对，速发酵母 ，OK， 这个就放着，不要再搅拌吗？不要搅拌。这个很有意思哈，所以我们这个酵母就让它在那边慢慢的，就是说去养它，就不要动它。好，再来加，这是高筋面粉。高筋面粉 ，OK。那做面包一定要用高筋面粉，对，盐巴。好，老师，这个盐巴的颜色不太一样哦，这是玫瑰盐，对。啊，老师为什么喜欢用玫瑰盐呐？觉得比较健康哦，我是喜欢它的颜色。欧巴桑好像都喜欢这种看起来肤色会不错的啊，就是有一点那种粉红的哈。好，那这是糖 ，OK。老师，像我们这个糖啊，砂糖，像我们一般，我知道你们都会用3温糖嘛，是不是？对。那我们台湾的这个台糖的砂糖也很好啊，但是那个颗粒比较粗，所以我们是不是尽量选细一点的？细一点的它比较会融化。OK， 我们不要选颗粒太粗的哈。好，再搅拌。好，刚刚在放这个的时候，有注意到老师啊，盐巴跟糖它是分开放。对。好，这个其实是很小的动作啦哈。因为基本上呢，我们把它搅匀之后比较没关系。盐巴跟糖放在一起，有时候你如果搅拌的不是很匀称的时候，可能我们酵母进去的时候会，在盐巴很多的地方酵母就死了。好。那酵母已经差不多沉下去了，是就可以倒进来。好，所以我们刚刚这个小钢盆里面的东西呢，我们全部倒进来。那个钢盆里面还有一些浮在上面的这个酵母呢，我们也要记得一定全部要把它刮进来哦，因为就算那一点点酵母，其实它还是多少会影响我们今天的发酵。那先用这叫什么？刮刀。我先用刮刀，搅拌。
其实今天老师介绍这个免揉的这个面包啊，有一个很大的好处，就是我们知道日本人他们这个因为地震很多嘛，所以他们的房子的隔间啊，其实都是那种非常轻的，甚至那个木板的。你如果是在那边又摔，然后机器那边又在那边打那个面团的话，可能邻居都会不得安稳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都尽量是很轻巧。你看做到现在，除了厨娘很聒噪的声音呢，都没有声音。好，所以今天这个免揉的面团呢，观众朋友真的要学起来哦。大概这样就可以用手去，就我们稍微就是用手呢，把它呢揉，也就是说，就是把它变成一团啦，也不用摔啦，就把它变成一团就可以了。变一团就可以。好，这个面团现在要怎么办？你要加最后就是橄榄油。哦，那别的油可以吗？别的油也是可以。哦，也是可以。因为现在都很多啊，像一些有机商店会什么亚麻仁油，但千万不要用麻油，对不对？麻油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知道。不要用黑色的麻油，就是比较味道比较重，味道比较重的哈。OK， 好。这叫简单手做面包。哦，这个课一开，应该很多人会想上课吧？因为超简单，用我们家那个小烤箱就可以了。对对，因为大家都还不认识这个面包，很简单，等于说是可以入门，对不对？对。当然你要做的更专业的话，或者你要卖的话呢，可能你会想说我要买一个很大的烤箱。好了，这样面团就可以了。哦，就好了。对，就好了。那现在要拿它怎么办？那这个要冰箱吗？保鲜盒里面。好，压一下。哦，压一下，因为它会膨胀。OK，压一下。好，我们让观众朋友呢看一下哈，就是说，刚刚老师说我们现在就揉好的这个面团呢，我们就放到这个冰箱，就是8小时以上。好，所以你可以，如果第二天要吃的，你就前一天晚上要睡觉之前，就把它揉好之后呢，也不用揉了，就把它弄成一团之后就放到冰箱。那让大家看一下你第二天的那个状态哦。好，哇，好，那我们原先的样子呢，也给观众朋友看一下。OK， 这个是 before， 这个是 after， 对，差那么多，大细很差盖多哦。重量其实是一样，但是体积变很大，而且大家会看到它的孔洞会很多，因为它就产生空气嘛，它就膨胀了哈。好，那这个摸下去还硬硬的，但是这个哈，哇，天哪！你看摸下去会陷下去了，不一样哈。好，香气应该也不一样。好香哦，发酵的味道。那今天就有准备2个面团，那一个是用平底锅烤，那一个是用小烤箱烤，那看烤出来的效果。OK， 所以说家里没有烤箱的，老师要教大家呢，家里一定有平底锅，但是要强调的是要用不粘锅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我们是不用任何油哦。其实是用锅子，我们以为是煎啦，其实就是像以前古时候，我们也是放在石头上面是烤的意思嘛。你就把这个当成石板，我们也不叫煎啦哈。OK， 好，来看看老师今天的那个佛卡夏。好，那先用一点粉，上面有一点粉。那这个面团就不要让它消气。OK。因为我们要让它有一点那个蓬松的感觉哈。所以不要用手去把它拉出来，一拉出来可能它里面的空气，然后面团会缩起来，待会儿煎出来就会比较硬，对不对？对。OK。那这个折3折。很轻哦，老师是很轻的折3折 ，OK， 好，这样就好了，这就好了。那后面还要好简单哦，好开心哦，怎么有这种方法？我很好奇，待会儿吃出来是什么样的那个感觉哦。然后呢？然后橄榄油，把它喷一喷哦。因为我就尽量不要去动它哈。你如果用刷子刷，有时候不小心也是会让它消气，对不对 ？OK， 好，加一点盐。加一点盐巴。怎么会这么简单？然后再来呢？再来，那个要戳洞。我刚才不是都有戳洞吗？这时候戳了。
这是很大方的把它戳下去了哈。对 ，OK， 戳到底。因为我们知道 focaccia 上面呢都会有一个洞一个洞，甚至那个洞里面有时候我们会塞所谓的那个 olive， 就是那个咸橄榄哦。OK， 那这个是 rosemary 迷迭香，迷迭香。OK， 干燥的迷迭香把它撒在上面，哇，这烤出来会很香。啊，我相信，而且迷迭香呢，在那个香草的那个，就是在那个芳香疗法里面，迷迭香也占了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位置哦。好，这样就可以了吗？这样就可以进烤箱了。啊，烤箱要不要预热？不用，小烤箱。哦，观众朋友有没有超开心的？烤箱预热都不用啊，也不用管上下火，不用，都不用。啊，进去呢烤多久？烤15分钟。那如果觉得不够，再加3分4分就可以了。因为每家烤箱的炉性不一样，那有的可能上火会比较强嘛，哈。那你如果真的觉得那个颜色越来越上，可是还没有熟怎么办？上面加一个锡箔纸。对，你不要一开始就去盖锡箔纸啦，哈。见状不行的时候，你再加锡箔纸。好，现在呢，家里连小烤箱都没有人，也不用着急哦。老师还有另外一个神技，好，另外一坨怎么办？好，用法一样。哎，要不要撒一点粉？要，一点。好，请你示范。哇，好，看人家做很简单哈，自己做哈就有一点紧张了哈。这个我要沾粉，我的功夫没有老师那么好，我很怕面团不听我的话下不来。乖呀，乖，哎，好乖，谢谢，阿里嘎多。好，这个面团就是像刚刚老师讲的，你不要去弄它。OK， 好。接下来呢？哈，做法一模一样吗？一模一样。哎，一模一样是怎样去的哈？我记得好像不用粉。对，这不用粉，你看折3折，错了，要折3折哈，就这样折过来。对，这样折过来，再这样折过来，然后要粘合，对不对？对。哇，这个面团好软哦。好，折合了之后呢，这个要放到，直接就放到这个锅子里面来。好啊，要不要先预热呢？不用。哦，连这个瓦斯炉都不用开，直接放进去。对。好啊，老师，这个放进去的时候面要朝下啦，哈，对不对？要翻过来，这样翻过来，然后就把它移架到这里来。对。天哪，有比这个更简单的方法吗？好，然后要油，好，油在上面，然后盐巴，我很怕撒太多了。好，然后迷迭香，对不对？先戳洞。要先戳洞。哇，我来了，要不要沾一点粉？好，再迷迭再来香。迷迭香。哎，真的做法一模一样哎。这烤法不一样。哦，好，会不会太少？再多一点。再多一点。好，再多一点。OK， 好，盖盖子。啊，盖盖子。开火。老师，这应该要用很小的火去焖吧？对。那前面可以用大火让它预热一下，再把它关小火。那这样大概要多久？就是还是说要判？都不用放水去煮吗？不用。可以关小火了。那小火10分钟。就用最小的，对，最小的哦，观众朋友，用你们家的那个瓦斯炉最小的火，刚开始呢用大火没关系，但是时间很短哈，我觉得好像根本都没有1分钟哦。对，你就是把整个那个锅子的温度呢上升，然后再用很小的火慢慢去焖它，对不对？对 ，OK， 好。我们现在要做这个夹馅的部分。好，那面包要切的话，尽量放凉了以后再切。好，那我今天我会切横的。那我有准备那个叫什么？对，那个叫什么？老师好可爱，我故意逗他的。说真的，我们在那边让他讲了，叫做 ham 啊，哈姆火腿啊，火腿，因为我也很少吃这个东西啊，叫做 ham。那形状也有方的啦，哈，也有圆的啦，对，都可以，OK，自己喜欢的就可以了。先铺
这个就是洗干净了啊，然后把水分也弄得干了之后的一个那个叫做美生菜。美生菜。哦，再把番茄放上去。哇，好像那个我们外面卖的哦。OK， 然后再把它盖起来。盖起来。那就大口吃吗 ？No， 还要再切。哦，要是我的刚刚安呢，吃得完吗？吃啦，太大了。好，这样子。哇，好像外面卖的哦。刚刚这个烤好了。嘿，烤好了。哇，好，我们把它夹出来吧，让现场观众呢闻一下味道。哇，真不可思议耶！小烤箱烤出来颜色也超级漂亮哎，老师。对，外面脆脆的，对，脆脆的，对。哇，那什么时候可以吃啊？如果要切的话，放凉再切比较好。意思就是叫厨娘啊，卖丢给啦，稍安勿躁哦。OK， 好，没关系。那我们锅子这个怎么办？我们还有锅子的，不要忘了啊。锅子的，大概过了10分钟后，再把它翻面，再烤10分钟。哇，在中间最好都不要开盖子，对不对？对。你太好奇了，一直把它打开，很抱歉，你这个面包可能就需要更多的时间，对，好去烘烤它。好，所以不要，老师已经讲了，用最小的火，10分钟就是10分钟啦。好，你不要去好奇，哎呦，我很担心它会不会，不会。就10分钟，它的颜色就这么漂亮。好，再等一下，再等一下 ，OK。所以呢，那这个可以先稍微有温度有退了，可以来切好。好，老师看出我的心思啊，那真的很细腻。有听到声音吗？那么脆啊，就外皮是这么酥脆。老师，这种免揉的面团哈，我们放在冰箱，像你刚刚说8小时。那如果说像我现在我一个人或2个人，我吃不完这么多啊，一次烤2个，那怎么办？那怎么把它切一切？那切了以后，把一个一个包起来放冷冻。哦，就是烤好的或者煎好的，我们可以再。那如果那个面团，我可不可以说，我不要做那么多，我不要做2个啊，我只做1个啊？那剩的面团怎么办？剩的分量那个面团可以放冰箱。那面团的话可以保存5天，放在冷藏还是冷藏5天。那每天要就是鼓起来，就是膨胀的话，要把空气压掉，再放冰箱，那放5天。老师的意思是说，如果你刚刚那个生的面团，我们拿去发酵8小时之后呢，你因为一次这样子用一点点不好弄嘛，你如果想要做多一点也没关系。如果你要每天把它拿出来，把它压一压，把它的空气挤掉之后，再放进冰箱，这样子5天之内都可以维持这个生面团。超过这个5天呢，可能我们的那个面粉就会坏掉了，对不对？对，它不会膨胀，就是酵母已经没有力气了。对，经过口感会不好。对，口感会不好。当然呢，我们尽量既然是要自己做，我们就是很新鲜的，因为刚刚老师这个面团的做法非常非常的简单。